这世界根本没有所谓的中立，就算有，你也没有必要事事追求中立。欢迎收看认真的建宏，我是刚刚回马来西亚落脚的建宏，之后会比较规律的更新影片了，但在那之前，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会做些什么内容，或者说你会在这里看到些什么。时事议题是一定会有的啦，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相似的内容，像是狭义的新闻媒体如 Malaysia Kini、Astro 新闻报报刊等。只谈 YouTuber 的话，像台湾的志奇七七、DJ 莹的荧光笔工作室，以及这个频道的好朋友新闻报报刊的卢卡斯。市面上已经有这么多时事内容了，我为什么还要跳出来做呢？因为我们不一样。传统媒体如 Malaysia Kini， 他们报道的是新闻，从新闻伦理的角度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追求客观、公正、平衡、查证等义务。而志奇七七、荧光笔工作室跟卢卡斯呢，他们可以说是资讯的重组与再制，他们把资讯软化后，再用一个比较容易吸收的方式呈现给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看新闻的观众。特别是卢卡斯，他们就是把新闻包装成笑话，好让观众更容易消化。站在媒体识读的角度来看，这种内容浅薄化现象是有一点点的不健康。但我这么说并不是为内容分高低的意思，因为从商业角度来看，就只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让内容自然演变的现况而已。但是我李建宏天生反骨，不喜欢做一样的事。我要做的不是资讯的重整与软化，我要做的是新闻时事议题的主观评论。在我们谈谈我为什么要做主观评论之前，我们先来聊一点大题目：什么是媒体？什么是好内容？以及我们应该要追求中立吗？想象一下，我们生活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上个世纪，我们要如何认识社会？特别是整个马来西亚这么大的范围，在没有传播媒体的时代，如果你生在种族主义的华人家庭里面，那很可能在你眼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有的非华人对你来说都是没有文化的三番，因为在没有书籍、电视、网络的时代，你只能透过家人朋友口中传达的讯息去认识社会，你的价值观也是如此。我们透过讯息认识外在的世界，进而形塑自身的价值观。而媒体就是那个负责传播讯息的媒介。很多人都误会了媒体只是指新闻媒体，但其实只要能够传播讯息或输出内容的都算是媒体。所以报纸、书籍、电影、Facebook 甚至游戏都算是媒体。我们乐听人则透过这些媒体认识这个世界。如果媒体承载是好内容，那就可以塑造健康的个人与社会；如果传播都是坏内容的话，那就会导致坏掉的人以及地狱。什么是好内容？这个范围太广，我们就把焦点集中在新闻媒体，从好新闻谈起。如果你问齐娜阿伯可能会说，好新闻就是要客观、公正、准确、中立的报道事实。可是，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中立的事实吗？我们看看这张老掉牙照片，大家来猜猜，这个军人是在喂水，还是正在胁迫俘虏？从摄影的专业角度来看，这个枪管是虚化的，也就是说，枪管跟俘虏并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再举一个例子，2011年 Bersih 2.0 的时候，海外媒体估计示威人数约5万人，而警方估计的人数只是区区的5000人。很明显，媒体眼中的事实跟警方眼中的事实很不一样。再举个近代点的例子，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如果你透过中国官媒看世界的话，中国官媒报道的都是暴徒们。在中国官媒眼里，警方的暴力被刻意忽视了，先前百万人和平上街被无视了，运动中的爱与和平与温情被漠视了。完全消除意见倾向的中立报道是不可能的。拿上述的 Bersih 跟反送中运动来说好了，哪怕你平衡报道双方视角，中华胶或者说建制派还是可能会骂你，为什么要报道对政府不利的新闻？因为他们认为中立的标准在这里，政府就是中立。对于反政府的报道，如果你只是报道人数而没有谴责暴徒的话，他们会认为你是意图颠覆政府。所以中立究竟在哪里？而我们又要如何去追求这虚无缥缈的所谓中立？上一个段落说的是务实上，我们做不到事事追求中立这件事，哪怕做到了，也还是会有人说你不中立。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事事追求中立。特别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现在这种没有公共讨论的畸形文化之下，中立很多时候只是逃避讨论的借口而已。哎呀，你有立场不中立的啦 ，Hello， 有立场就不能进行公共讨论的吗？举个例子，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如果有一个比较偏激的马来种族主义者跟你说华小有害国民团结，要关掉华小，你怀着善意想要跟他沟通交流，他回头就讲你是华人，有立场，你不中立。再举个例子，中华教很爱说真普选是境外邪恶势力的分离手段。嘿，你知道吗？香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选特首的，我们马来西亚每个人都可以竞选国会议员，在间接选举成为首相。你我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贫穷和富贵，我们都有资格选。
只是选不选得上的问题而已。但是香港不一样，香港人要被身家调查，由小圈子委员会提名，然后再由另外一个小圈子从几个人中选出特首。换个中华教比较容易理解共情的说法是，如果今天马来西亚的首相只能从哈利亚旺跟慕尤丁2个人之间选，而且不轮到你来选，只有大约1500位政党、NGO 或职工会主席有资格选，由他们来帮你选首相，你觉得这样子的选举公平吗？哪怕我们把事实呈现出来，没有加上任何意见，中华教也可能会生气地讲我们牧羊犬、满菊嗨、台独、不中立。中立是他们回避平等公共讨论的借口，不中立则是他们指控对手的手段。只要他们继续假中立，就可以用中立当作神主牌，把自己立足于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地，这其实就是一种相怨的表现。所以我们需要主观评论，特别是在网络上。当然我指的并不是那些 KL 水水站里面的人身攻击的恶意言论，而是有立场有态度的观点。一来这是一种修复式的言论，当网民们已经忘记了怎么好好说话时，需要有人特意的逆水行舟。如果你认同这样的逆风发言是有必要的，可以联络我的 email 或者社媒洽谈节目的赞助。二来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表态的态度，是一种发言的态度，是一种承担言论后果与责任的态度，一种不是静静不出声的态度。特别是在马华跟行动党都加入了联合政府，民政党又扶不上壁的现在，我们自己不站出来，公民团体不站出来的话，那剩下就只有那些屌来屌去的垃圾话了。3，我们本来就需要评论、观点与分析，去理解这个社会。如果你受过恰当训练的话，你还有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可是在那之前，我们需要跟他人沟通、辩论、交流彼此的看法。地上有一滩水是客观事实，但那是下雨导致积水呢？Sorry， 我去关一下。国债高升是事实，可是它真的是个需要担心的问题吗？新闻与客观事实就像是鸡肉、马铃薯、咖喱粉等食材，你当然可以直接吃下肚，靠自己强大铁胃来消化。但是这种可能吃坏肚子的黑暗料理是没有朋友愿意与你共享的。唯有透过名为思考的烹饪过程，把它煮成咖喱鸡后，才有人需要芬芳问你：嘿，你的咖喱鸡秀起来不错哦，可以 share 我一小碗吗？我会分享我对于时事议题的想法，但其实我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借由这个过程去理清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社会是太多主观的意见了呢，还是太少？欢迎分享你对于评论的看法。我是建宏，我们下期再见。